啊，意识这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题，人的意识这个话题一直让科学家、哲学家们头疼不已，但同时也充满了无限的魅力和探索的空间。简单来说，意识就是你我对自己思想、感觉、周围环境的觉察，它让我们能够体验生活，感受快乐、悲伤，还有各种各样的感觉。但意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就像是尝试解释色彩给一个从出生就是盲人的人听，既神秘又复杂。一方面，科学试图通过大脑的物质过程来解释意识，像是脑电波、神经元的活动等等。但另一方面，这些解释似乎又触碰不到意识那种主观的、深层的体验。有趣的是，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意识，每天都在和它打交道，但要真正定义它、理解它的本质，却是一大挑战。意识的谜团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是谁？我们是如何与世界连接的？以及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和周遭的世界？到底意识是大脑的产物，还是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存在？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答，但这正是探索意识之谜迷人之处。它不断挑战我们的认知边界，带领我们进入人类心智和存在的深邃世界。想象一下，意识就像是你内心的小伙伴，帮助你感受和认识周围的世界。不管是你眼前的美食，还是你心里的那股莫名其妙的喜悦。这个话题可是让一大堆聪明人，包括哲学家、科学家，还有那些爱思考人生大问题的人，辩论了好几千年呢。但说到底，意识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怎么形成的？大家心里还是一团雾水。就像是生活中那些你最熟悉的东西，比如手机，或是你最爱的那双鞋。意识虽然离不开我们，但它又戴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几乎每个人都直觉地认为自己有意识，但要我们说清楚它是怎么一回事，那就不那么容易了。有人说，意识就是我们心里头的那个世界，是由我们的想法、梦想、意志力编织而成的。有时候，人们又会把它看作心智的一部分，或者干脆就是心智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意识的定义也在变化。现在不仅包括了我们的感觉、认知，还有那些让我们自我意识的时刻，比如意识到自己正在思考什么。当然了，意识的研究是个大杂烩，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和看法。有人把它看作是清醒的状态，有人认为是透过内省去探索自我和灵魂，还有人说它像是大脑中的一个程序，负责处理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但最终，这些争论和探索让我们不禁思考，我们是不是还没有找到探索意识的正确方式呢？意识就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探险，充满了未知和神秘，但这也正是探索它的乐趣所在，不是吗？意识基本问题。在有关意识之谜的众多难题之中，最基本的意识问题，如意识是如何定义的？意识究竟是什么？意识从何而来？意识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意识？意识可以被量化或测量吗？动物的大脑构造如果和人类的大不一样，是否还能够产生意识？有朝一日，人工智能是否能完全实现人的意识？想象一下，你正走在一条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路上，突然发现一个超级迷的东西——意识。它就像是个永远解不开的谜，让所有人都头疼不已。
大家都在猜，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鬼？它怎么和其他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扯上关系？搞懂这个，似乎就能搞懂人类心智的秘密了。意识问题的历史从古至今，人类对我是谁这个问题永远好奇。想想那些古老的葬礼，人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和对自我意识的初步探索。就算是那些没有文字记录的文化，他们也有自己的方式去思考这些深奥的问题，比如通过万物有灵的信仰。但有意思的是，有些学者说，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意识，可能是后来才出现的概念。想象一下，古希腊的勇士们战斗在特洛伊的前线，他们可能根本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去思考自我意识，甚至在古典时期，古希腊语里都找不到直接对应意识这个词的。然后时间快转到1600年，哈姆雷特上演的时候，我们的主角用一种很现代的眼光来看世界和自己。到了17世纪，意识这概念突然就站到了舞台中央，成了大家研究心智问题时绕不开的一关。笛卡尔和洛克这些大佬们都是用自己的方式来探讨意识。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他用这句话强调了自我意识的重要性。而洛克，他则是从思考和个人身份的角度来看待意识。莱布尼茨走得更远，他不仅提出了小支教的概念，还用一个磨坊比喻来说，意识怎么可能就这么从物质中蹦出来呢？这都让人深思。然后时间再快转，到了近现代，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们又重新开始盯上了意识这块大饼。从20世纪末开始，研究意识就像是开了挂，大家都在这个问题上使出浑身解数。总之，从古至今，人类对意识这个问题的好奇从未停止。不管是用神秘的仪式来探寻，还是用现代科学来研究，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意识到底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意识这回事既熟悉又神秘，我们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认知全靠它。意识到底是啥？怎么和其他非意识的事物扯上关系？这直接成了现代心理学研究的大头疼问题。虽然大家对意识的看法五花八门，但大部分人都认同，想要真正搞懂心智，就得先弄明白意识及其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意识3大类问题。想弄懂意识，其实就像是要攻克一个多面的谜题。意识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每一种形式背后还有不同的问题需要解答，不同的解释方式和模型等着我们去探索。说到底，搞懂意识的挑战就是要应对一大堆问题和需要的答案。为了不把事情弄得太复杂，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大致分成3类：什么 （what）、怎样 （how） 和为什么 （why）。3个大类。1、什么 （what） 的问题，这是描述性问题，比如意识是啥？意识有哪些主要特征？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发现、描述和建模这些特征呢？2、怎样 （how） 的问题，这是解释性问题，比如那种相关的意识是怎么存在的呢？它是现实中的基本面向吗？如果不是，那么意识是怎么从非意识的实体或过程中产生或被引起的呢？3、为什么 why 的问题，这是功能性问题，比如为什么会存在那种相关的意识呢？意识有没有功能？如果有，那是什么？它是否有因果作用？如果有，那会产生哪些类型的效果？它是否真的影响了它存在的系统的运作？
如果是，那为什么又是如何影响的？这三大类问题分别关注于描述意识的特征、解释其底层基础或原因，以及阐释其作用或价值。当然，这三大类问题之间的区分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的。在实际操作中，对其中一个问题的回答部分依赖于对另外问题的解释。比如，你不可能充分回答是什么这个问题描述意识的主要特征，而不去探讨它在系统运作中的功能角色这个为什么的问题。同样，除非你清楚地知道什么特征需要被引起或实现才算是产生了意识，否则你也无法解释意识是如何从非意识过程中产生的。尽管如此，将问题分为这样三类的基本方式，为阐明整体的解释项目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结构，并且对评估特定的意识理论或模型的充分性很有帮助。这就像意识是一个神秘的迷宫，里面藏着各种奇妙的秘密等着我们去探索。现在我们有3把钥匙，每把钥匙开启通往不同秘密的大门。第一把钥匙是什么 ？What 的大门。拿起这把钥匙，我们就像是探险家，准备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这里有各种奇异的生物，意识的各种面貌，有的像是闪烁的光点，有的像是流动的旋律。我们的任务，用我们的探险日记记录下它们的形状、颜色和声音，尝试描绘出这个神秘世界的地图。第二把钥匙，怎样的 How 的大门。这把钥匙会带我们进入一个充满机械装置和魔法配方的实验室。这里我们会变成疯狂的科学家或巫师，尝试破解意识是如何从看似平凡无奇的物质或过程中诞生的，是一种超自然力量，还是一个复杂的科学实验的结果。我们需要混合各种配方，启动奇妙的机械，找到那个让意识启动的秘密开关。第三把钥匙，为什么 Why 的大门。最后这把钥匙将带我们进入一个布满古老卷轴和智慧之书的图书馆。在这里，我们像哲学家一样围坐在壁炉旁，探讨意识存在的深层意义。它是否有一个伟大的目的？是否影响着这个宇宙的运行？通过阅读古代的智慧和进行激烈的辩论，我们试图揭开意识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原因。通过这3把神秘的钥匙，我们不仅开启了通往意识奥秘的大门，也让这个深奥的主题变得更加亲近和有趣。意识的世界等着我们去探索，每个发现都可能改变我们对自己和宇宙的理解。准备好了吗？下面我们来一探究竟。意识的定义问题。当我们谈论意识时，我们实际上往往是在谈论是什么的问题。许多世纪以来，对于意识这一概念始终存在着不同的定义，缺乏统一的认可。各种定义都展示出看似相关的含义，但不同定义之间亦可能引发争议。意识是一个复杂且多面的概念，直到今天，学者们仍然在争论它的确切含义。让我们以更简单易懂的方式来探讨这个问题。据统计，目前意识大概有40种不同的解释，从我们如何感知世界到我们的内心体验都包括在内。但要找到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统一定义，看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从历史上看，对意识的理解已经经过了很多变化。现代字典中的定义反映了这一点。
从内在的心理或灵性事实的觉察到对外部世界的觉察，意识的含义丰富且多元。举例来讲，1966年的韦伯斯特字典提供了意识的几种定义，包括内在觉察、对外部事物的意识、有关心的觉察，以及一个更广泛的定义，涵盖感觉、情感、意志和思想等。英国剑桥词典将意识定义为理解或意识到某物的状态。牛津活词典定义意识为感知到周围环境并做出反应的状态，个体对某物的认知或感知，以及心智对自身和外部事件认知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哲学家和科学家试图更精确地界定意识，但这是一个挑战。他们尝试用专业术语来描述意识，但仍然存在很多争议和困惑。在20世纪，意识的讨论从一种内在世界的理解转变为更广泛的觉察概念。19世纪后半期的顶尖思想家，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富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被誉为美国心理学之父的威廉·詹姆斯等质疑意识仅仅是内在活动的观点，而其他人则将意识看作是更广泛的觉察状态。到了现代，虽然专家们对意识的本质和功能仍有不同见解，但大多数人同意意识涉及我们如何体验和反应于世界，这包括我们如何感知周围的事物，我们的思想、情感以及对自己存在的认识。总的来说，尽管对意识的定义和理解存在诸多挑战，它仍然是人类经验的一个核心部分，涉及我们如何与世界互动和理解自己。许多哲学家认为，尽管哲学家们难以为意识做出准确定义，但意识本身是个统一的概念，它可为大部分人所理解。然而，也有人指出，从人们对意识定义的分歧中显示出不同人对意识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例如意识的主观与客观层面，或者说意识可能包含了多种不同含义，而这些含义之间并没有简要的共通元素。还有人主张，我们应当将意识的概念从我们对心智的理解中剔除，这种观点被称为意识语义论。意识从何而来？你正在和朋友们一起参加一个创意无限的乐高大赛，这里有成千上万的乐高积木，各种颜色、形状和大小，就像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元一样多样和复杂。你们的目标是建造一个不仅外观壮丽，而且能思考的乐高城堡。听起来疯狂吧？但这正是科学家们试图解开意识之谜时所面临的挑战。首先，让我们一起理解一下大脑的复杂性。大脑中有大约86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都可以与数千个其他神经元建立连接。这就像你每拿起一个乐高积木，都有无数种方式可以与其他积木连接。当这些神经元以特定的方式连接和交流时，它们不仅传输信号，还创造了我们所谓的意识，这种神秘的让我们感知自己存在和感受外界的能力。现在，想象你在搭建城堡的过程中，开始意识到每一块积木都有其独特的位置和作用，它们互相支撑，互相连接，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整体。这个过程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将这些无生命的积木拼凑在一起，最终会形成一个有意识的结构呢？这就是意识的硬问题。它探讨了为什么物质的相互作用会产生主观的感受和经验。
就好像你突然间能够从城堡的角度感受到它被搭建的过程，体验到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我。这个问题之所以被称为硬问题，是因为它触及了物理过程和主观经验之间的深刻差异。科学家们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意识是如何产生的。一种观点是，意识可能是大脑处理信息的一种副产品，就像城堡中的每一块积木都在为了更大的目标服务，但最终产生了一种整体感。另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可能源于大脑中特定区域的活动，这就像城堡中的某个特定区域负责思考和决策，控制着整个结构的行动。还有一些前卫的理论，例如量子意识理论，他认为大脑中的量子过程可能是意识产生的关键。这就好比城堡中隐藏着一种特殊的魔法，能够将无生命的积木变为有思考能力的实体。无论哪种理论，他们都试图解释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我们是如何从成千上万个相互作用的物理过程中，产生了能够体验、思考和感受的我？虽然我们还没有找到所有的答案，但正是这种对未知的探索，激发了人类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正如在搭建乐高城堡时的每一次尝试和错误，都让我们更接近完美之作。对意识之谜的探索，也在不断推进我们对自我和宇宙的理解。最终，探索意识的旅程提醒我们，即使是最基本的物质互动，也可能隐藏着令人惊叹的奥秘。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完全解开这个谜团，理解意识是如何在我们的大脑中闪现，就像明亮的星星在夜空中一样璀璨。直到那一天，我们将继续构建我们的乐高城堡，探索大脑的无限可能。意识的作用是什么？想象一下，你突然拥有了一种超能力，让你能够体验到生活中每一个细小的瞬间，无论是微风轻拂过脸颊的感觉，还是听到好友笑声的温暖。这种能力让你能够在每一刻做出选择，比如决定今天的早餐是吐司还是煎蛋。更神奇的是，它还赋予了你创造的力量，让你能够画出美丽的画作或编写动人的故事。这不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这正是意识赋予我们的神奇力量。意识，简单来说，就像是我们的超级英雄装备，它使我们能够以我的身份体验这个世界。它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从最简单的触觉到复杂的情感和思维过程。但意识不仅仅让我们得以生存，比如帮助我们识别危险、寻找食物，它还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意义，让我们能享受到快乐、爱情和创造力带来的满足。深入一点来看，意识让我们拥有了自我意识，这意味着你不仅知道自己在干嘛，还能思考我是谁，我想要什么。这种能力让我们可以自我反思，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做出选择。而且别忘了，意识还有一个超级重要的功能——社交。是的，通过意识，我们能够理解别人的感受和想法，这让我们有能力建立深刻的人际关系，形成社会网络。如果没有意识，我们就无法理解爱、同情或道德，这些都是维系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所以，意识的作用可不小，它就像是给我们的生活施加了魔法。它不仅让我们能够感知和体验这个世界，还让我们能够与他人建立深刻的联系，创造出有意义的事物。
没有意识，我们的世界可能就像是一部没有声音和颜色的老电影，平淡无奇。总而言之，意识就像是一场绚烂的烟火秀，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它让我们能够欣赏到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体验到人际间的温暖，激发我们内心的创造力。意识不仅是我们生活的舞台，更是我们演绎人生故事的关键。它使我们能够以一个完整的我去探索这个世界，去爱，去创造，去梦想。在意识的驱动下，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变得意义非凡。意识跨学科观点想一想，如果意识是一场派对，那么自从笛卡尔和约翰洛克的时代以来，西方哲学就像是那个不断试图把派对氛围推向高潮的 DJ， 他们一直在努力搞懂这场派对的核心意识，并试图把它融入到更广阔的世界观中去。这场寻找意识的派对，不止哲学家在跳舞，医学家和科学家也加入了舞池，一边摇摆，一边探索意识的奥秘。哲学家不是这个派对的唯一嘉宾，科学家们，特别是认知科学领域的，也穿上了他们最酷的舞鞋。他们从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到神经科学各个角落聚集起来，共同探索一个问题：当信息在我们脑海中转化成意识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魔法？在医学领域里，意识就像是一个状态指示器，帮助医生判断患者是否清醒，是否能够回应周围的世界。这不仅仅是关于是否醒着，还涉及从完全清醒到混乱、昏迷，乃至完全无反应的一系列状态。医生们用一些像是拉斯哥昏迷指数这样的工具来量化意识状态，就像是在检查派对的音量一样，确保一切都在控制之中。著名英国哲学家、最具影响力的启蒙哲学家之一约翰洛克在他的《论个人的同一性》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就像是在说：嘿，如果你没意识到你在感受什么，那你其实根本就没有感受到任何事。换句话说，每当我们看到、听到、闻到、尝到、感觉到或想到些什么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自己在做这些事情。意识就是那个让我们知道自己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东西，让每个人都成为了他们自己独特的我。所以，无论是哲学的思考还是科学的研究，探索意识就像是在揭开一场终极派对的面纱。每一个人，不论是在舞池里的哲学家，还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家，都在试图理解这场派对的真正意义，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意识是什么？说到意识，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是：意识是什么？这个让人头疼的话题，就像是试图抓住水中的鱼一样，滑不留手。好吧，想象一下，意识是一片广阔的海洋，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片海洋中寻宝的探险家。这个宝藏就是意识的真正含义。但问题是，每个人的地图都画得不太一样。多个世纪以来，人们对这片海洋的理解各不相同，而且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些人认为，意识就像是内心的一盏灯，照亮了我们的思想和感受；其他人则觉得，它更像是一个魔法镜子，反映出外部世界的万花筒。有的时候，人们甚至争论起来，到底是我们的内在认知重要，还是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更关键。著名的美国英语词典维氏第3版新国际英语词典把意识定义得挺有意思。
他将意识定义为既有内在心灵的知觉，也有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还有关注、兴趣和心智的活动。简而言之，就是一切让你觉得我在这里，我感受到了的东西。著名的英国英语词典、剑桥词典和牛津活词典也不甘落后，他们各自给出了意识的定义，涵盖了从感知周围环境到对自身和外部世界有认知的状态。就好像是说，嘿，你意识到你正读着这段话吧，那你就是在经历意识了。哲学家们也玩起了自己的语言游戏，他们用了一堆专业术语来绕口令，谈论从普遍的知识到内省和现象经验的各种意识形态。这就像是他们在说，意识，哦，那是当你用内心的眼睛去看你自己的思想和感觉时所经历的一切。但是就在我们以为终于抓到了这条滑溜溜的鱼的时候，一些心理学家和科学家又提出了质疑，指出这些定义充满了循环论证和模糊性。他们好像在说，等等，我们在谈什么来着？而且当你深入挖掘意识的各种定义时，会发现这件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如果把意识的标准设为对环境的认知，那么连最简单的生物都可能被认为有意识。但如果意识是指对认知本身的认知，那么甚至人类婴儿和一些动物都可能不算有意识。最终，虽然哲学家和科学家都努力寻找意识的统一定义，但似乎每个人对于这个概念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有人认为，我们应该把意识这个概念从我们对心智的理解中剔除，这就好像是在说，也许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这个词，让我们重新开始吧。想象一下，你正在享受一碗美味的冰淇淋，那种甜味、冰凉感觉在你嘴里融化，这就是意识的一种体验。简而言之，意识就是你能感知周围世界，还有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存在感的那部分。再比如说，你刚刚喝了一杯超级好喝的奶茶，那种甜甜的味道在你嘴里慢慢融化，你觉得整个人都快要飞起来了。这种感觉，这种我知道我在喝奶茶，而且觉得超级开心的状态，这就是意识。简单来说，意识就是你能够感知自己和周围世界的那部分，它让你能够体验感觉，比如快乐、悲伤，或是奶茶的甜味。它让你能想事情，比如规划今天的工作，或是幻想未来的假期。它还让你知道自己是谁，你有自己的想法、情感和记忆。但这么说可能还是有点抽象。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我们把大脑比作一台超级复杂的电脑，那么意识就像是这台电脑运行的软件，让这台机器不仅仅能够处理信息，还能感觉到自己在处理信息。这种能力让我们不仅仅是在生活，我们还能体验生活，享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所以，当我们谈论意识是什么时，我们谈的是人类经验最根本的那部分，能够感知、思考和自我反思的能力。虽然这听起来可能还是有点玄乎，但这正是意识让人着迷的地方。它是如此的普遍，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经历，却又是如此的难以捉摸，让我们无法完全用言语来捕捉它的全部精髓。人的意识这个话题一直让科学家、哲学家头疼不已，但同时也充满了无限的魅力和探索的空间。有趣的是，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意识，每天都在用它，但要真正定义它，
理解它的本质，却是一大挑战。意识的谜团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是谁？我们是如何与世界连接的？以及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和周遭的世界？到底意识是大脑的产物，还是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存在？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答，但这正是探索意识之谜迷人之处。它不断挑战我们的认知边界，带领我们进入人类心智和存在的深邃世界。意识不仅让我们感受到外界，更让我们能够内省，思考我是谁，我在哪里，以及我从哪里来。这就像是你心中有一个小剧场，你既是演员也是观众，不断地上演着自己的故事，同时也在观赏这一切。但意识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让无数哲学家、科学家甚至神秘主义者夜不能寐。一方面，有人认为意识可能是大脑某些特定区域活动的副产品，就像电影在银幕上展现的画面是投影机内部复杂机械运作的结果一样。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意识是某种基本的宇宙特性，就像时间和空间一样，是所有事物共有的基石。不过，这些都还只是理论。真正的挑战在于，意识的经验是如此主观，以至于很难用客观的科学方法来衡量或证明。我们可以测量大脑的电活动，但我们无法直接测量某人感受到奶茶甜味的那种体验。而且，意识还有一个让人着迷的特点，它可以在不同层次上运作。比如，当你在开车时，你可能会自动驾驶，意识到自己在开车，但同时心里可能在想着晚餐吃什么，或是回顾一天的工作。这种能够在多个层次上同时运作的能力，是意识的一大奇迹。再进一步，意识还涉及到自我意识，即你不仅知道自己在喝奶茶，还能够思考我为什么喜欢喝奶茶，甚至是我是谁，我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影响。这层次的思考使得意识不仅仅是感知和思考，更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探索和宇宙探索。总之，尽管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完全理解意识的全部神秘，但正是这种对未知的探索和好奇，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意识不仅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丰富多彩的体验，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连接的桥梁，是我们独特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下次当你再次品尝那杯奶茶时，不妨深思一下，这背后的意识之谜是多么令人着迷和奇妙。意识怎么来的？这就像问魔术师是怎么从帽子里拉出兔子的。科学家认为，大脑的某些复杂互动像是一场精彩的魔术秀，让意识这只兔子跳了出来。但具体是哪些部分，怎么操作的，我们还在探索中。好，让我们用一种更生动的方式来聊聊这个问题：意识是怎么来的？想象一下，你在组装一台超级复杂的乐高城堡，每一块乐高都像是大脑里的一个小部分，比如神经元和其他细胞。你开始一块一块的搭建，慢慢的，这些零散的部分开始形成塔楼、城墙，最后是整个城堡。这个城堡就像是我们的意识，是由很多小部分组合起来的一个整体。科学家们认为，意识的产生就像这样，是大脑中无数神经元和它们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当这些神经元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连接和工作时，它们不仅仅是在处理信息，
他们还产生了意识，这种能力让我们能感知自己的存在和周围的世界。但这里面有个超级大的谜题，为什么这些物理过程会产生意识呢？这就像问，为什么从这些乐高块搭建的城堡会突然醒来，开始有了自己的感觉和想法？这个问题被称为硬问题，因为它真的很难解释为什么物质的过程能产生主观的经验。目前，科学家们还在努力探索这个问题，有很多理论和想法。有的人认为，意识可能是大脑某种形式的副产品，有的人则认为，意识是大脑特定区域活动的结果。还有一些更前卫的理论，比如量子意识理论，认为意识的产生与大脑中的量子过程有关。总之，意识怎么来的？这就像是在问我们怎么从搭乐高的过程中创造出一个会思考的城堡。答案还不清楚，但探索这个谜题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惊奇和发现。意识有啥用？想想看，如果你像个机器人一样只执行程序而没有任何感觉，那生活会是什么样？意识让我们能感受到爱、痛苦、喜悦，做出决策，创造回忆。基本上，它让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好嘞，让我们来聊聊意识的作用是啥。想象一下，你是一个超级英雄，有一堆酷炫的能力，你能感受到周围的一切，从温暖的阳光到朋友的微笑。你能做决定，比如今天是喝拿铁还是美式咖啡。你还能创造，无论是画画还是写故事。这些超能力其实就是意识给予我们的。意识的作用基本上就是让我们成为真正的我，它让我们能够体验生活中的一切，从简单的感觉到复杂的情感和思考。这不仅仅让我们能够生存下去，比如避开危险，找到食物，它还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意义，能够享受快乐、爱和创造性的快感。更具体一点，意识让我们有了自我意识，这意味着你不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还能够思考我是谁，我想要什么。这让我们能够自我反省，做出更加符合自己价值观和目标的选择。意识还有个超级重要的作用，就是社交。通过意识，我们能理解别人的感受和想法，这让我们能建立深厚的人际关系，从而形成社会。没有意识，我们就无法理解爱、同情或是道德，这些都是人类社会的基石。总的来说，意识的作用就像是给我们的生活加了一把魔法。它不仅让我们能够感知和体验这个世界，还让我们能够与他人建立深刻的连接，创造出意义和价值。没有意识，我们的世界可能会变得单调无味，缺少色彩。意识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充满了可能性。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当你深入挖掘，就会发现它们涉及到人类自身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探索意识就是探索人类的终极之谜。所以，意识这个让人着迷又捉摸不定的现象，就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探险，总是充满新的发现和未解之谜。意识具体含义，在探索意识之谜的道路上，人们常常面对的具体问题，就是意识的具体含义问题。意识就像是一款每个人都在玩，但没有人完全懂得怎么玩的游戏。哲学家们认为，大家其实都对这款游戏有个大概的理解，即使他们在解释游戏规则时各说各话。著名的英国心理学家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心理学荣誉教授，主要以反射一元论的意识理论而闻名的马克思·韦尔曼斯就站出来说：嘿，我们其实都在谈论同一款游戏，就是经验本身，不管是感觉、想法还是感知。他表示说，直到2009年，大家对这款游戏的理解还是一团乱麻，因为大家对这个游戏的规则的解释各不相同。在现代意识研究的领域里，有个技术术语叫做现象意识，基本上就是说，所有形式的意识都是一种经验，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随着大脑研究的进展，科学家们试图找出大脑中的那块意识区，也就是所谓的意识的神经关联。不过，这种做法也受到批评，因为它好像已经假定了所有经验现象都是由大脑的某部分直接产生的。与此同时，认知科学家们则没有太在意对意识这个词达成一致的定义。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探索心理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领域中各种过程如何互动。对他们来说，意识可能和某种自我有关，和我们如何感知自己的身体或社会身份有关。丹尼尔·卡尼曼，著名的以色列裔美国作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以其在享乐心理学、判断和决策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而闻名。他因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工作而闻名，并因此荣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他的实证研究结果挑战了现代经济理论中盛行的人类理性假设。卡尼曼就提出了两种心理过程，一种是快速的、自动的，另一种是慢的，需要深思熟虑的。他认为这两种系统在我们的日常决策和自我控制中扮演着角色。著名的美国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专家，两院治思维崩溃中意识的起源一书作者朱利安·杰恩，他的职业生涯致力于解决意识问题，别人眼中的我们与我们内心自我的感觉之间的差异，以及维持这种差异的深层情感。人们几乎已经意识到了意识问题自从意识开始以来。杰恩的意识研究方案涉及许多学科，包括神经科学、语言学、心理学、考古学、历史、宗教和古代文字分析。杰恩斯则从心理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对那些将意识等同于经验这种模糊概念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没有内省，就没有意识的概念，意识只是人类思维的一小部分。我们应该清楚区分可内省的过程和无意识的认知过程。在医学领域，意识层次被用来描述患者的觉醒和反应能力，从完全警觉到完全失去意识。医学专家们关注如何评估和治疗意识受损或混乱的情况。所以，意识就像是一个多层次的迷宫，每个学科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试图解开它的谜团。不过，看起来每个人都同意一点，这个迷宫是相当复杂的，而我们对它的探索可能永远也不会结束。心灵哲学，所以意识的探索就像是一群哲学家和思想家在森林里追逐一只神秘的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策略，试图捕捉到这只鸟，但它似乎总是飞得太快太高。这些哲学家，像笛卡尔、洛克、康德这样的大佬们，就像是追逐这只鸟的先驱。他们试图通过历史的小径，把他们对意识的理解与过去的大师联系起来。
但是，当我们谈论意识时，我们其实在谈什么呢？一些哲学家像是在说，你知道，大多数人都觉得他们懂意识，但当你真的深入挖掘时，这种直觉可能就是一场幻觉。就像英国哲学家，主要因其对笛卡尔二元论的批判而闻名的吉尔伯特·赖尔，批评那种传统的把心灵和身体分开来看的二元论。他建议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个体在世界中的行动，而不是把意识看作某种神秘的第三种存在。然后，著名的心灵哲学研究的美国哲学家，对意识的理解和认知科学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纽约大学哲学和心理学教授内德·布洛克站出来，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点子。他说，我们谈论的意识其实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P 意识和 A 意识。 P 意识就像是我们身体和反应中心的那些生动的原始体验，而 A 意识更像是我们如何利用这些信息来控制行为，做出推理。但这样的区分真的有用吗？当代著名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对此表示怀疑，而其他人则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开始。著名美国哲学家、神经科学家、作家和博主萨姆·哈里斯，他的作品涉及一系列主题，包括理性、宗教、伦理、自由意志、神经科学、冥想、迷幻药、心灵哲学、政治、恐怖主义和人工智慧。萨姆·哈里斯则提醒我们，当我们谈论意识时，我们其实是在谈论主观的经验和这些经验中来来去去的事物。换句话说，意识就像是一片海洋，而我们的思想、感觉和感知则是在这片海洋中暂时出现的波浪。而哲学家克里斯多福·特里克在他所著的《禅与鸟：无用哲学的用处，庄子的古代智慧转化为现代生活》一书中，则通过庄子中的鲲鹏之变的故事来比喻意识的无边无际。他说，就像这只巨鸟的翅膀一样，我们的意识横跨了无尽的天际，与其他所有生灵的意识一起飞翔，彼此相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庄子在《逍遥游》中以开篇首句之众，记录了这个华夏民族古老而神奇的传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依南冥者，天池也。白话译作，北海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做鲲。鲲的巨大，不知道究竟有几千里长，它变作一只鸟，名字叫做鹏。鹏的背也不知道究竟有几千里长，它展开翅膀，鼓足气力，奋起而飞时，它的翅膀像遮盖天空的云朵。这只鸟当海动风起时，就飞往南海，那南海就是通天的渊池。所以，当我们试图理解意识时，我们其实是在参与一场古老且永无止境的探险，试图捕捉那些在我们心灵深处飞翔的神秘鲲鹏。身心问题，想象一下，意识还像是一部古老的、复杂的机器，而且自从勒内·笛卡尔时代以来，哲学家们就像是围绕着这台机器的工程师，试图解开它的秘密。笛卡尔把这台机器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世界，就像是机器的外壳和齿轮；
另一部分则是无形的思想世界，就像是机器里流动的电流和程序。他认为这两部分通过大脑里的一个小东西松果体来进行交流的。但是就像是在修理一辆古董汽车时所做的发现的那样，后来的哲学家们发现笛卡尔的这个松果体理论有点像是用胶带把东西粘在一起，它看起来有点荒谬，只是一个权宜之计，而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没有找到一个让所有人都方案来取代它。然后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哲学工作坊里，理论家们开始分成了两个团队。一队称为是二元论者，他们坚持认为机器的物质部分和思想部分是完全分开的。另一队则称为是一元论者，他们认为这台机器其实只有一种材料，无论是思想还是物质，都是这种材料的不同表现。在这个比喻中，一元论又分成为了三种主要流派。一个主要流派是物理主义者，认为一切都是客观物质的；一个主要流派是唯心主义者，与择物理主义者相反，认为一切都是主观思想的；还有一个主要流派称为中性一元论者，则认为存在一种既非客观物质也非主观思想的神秘东西。除了意识的难题这个一般性问题，粗略地说，心理经验如何从物理基础中产生的问题之外，一个更专业的问题是如何调和我们的主观观念，控制我们的决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按照因果关系的习惯观点，即后续事件是由先前事件引起的。自由意志的主题是对这个难题的哲学和科学检验，就像是在一个高科技实验室里，这些尝试也遇到了挑战。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在怀疑，用物理学方法是否能完全解释意识的奥秘。此外，这个讨论也引发了更深层的问题，就像是在探讨一个复杂控制系统。我们如何理解自由意志？它是意识机器中的功能，还是幻觉？这个问题就像是在试图解开一个设定了无数因果锁链的保险箱，试图找出我们的决定是如何形成的。总之，意识之谜就像是一部古老而复杂的机器，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就像是围绕着它忙碌的工程师。虽然他们使用了各种工具和理论，但这台机器的最终秘密仍然保持着神秘。他人思想的问题，想象一下，意识就像是每个人脑袋里的一个隐形好友，只有你自己能看到、听到，还能感受到它。但这就带来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既然我们只能体验到自己的隐形好友，也就是自己的意识，我们怎么能那么肯定其他人也有自己的隐形好友，而石头和树木就没有呢？这就是所谓的他人思想问题。更古怪的是，有些人还担心会不会有些看起来像人、行动像人，但其实里面什么都没有的哲学僵尸。那我们怎么知道其他人不是哲学僵尸呢？最直接的想法就是我们看到别人和我们长得差不多，做事也像我们，所以我们就猜想他们里面也有类似的东西在运作，就像我们有意识一样。这种方法听起来挺合理，但也有它的问题。例如，这种解释似乎拉出了一个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来解释事情，有点像是说，因为魔法，这让喜欢简单直接的人感到不满。丹尼尔·丹尼特，这位当代哲学界的导弹大佬，就挑战这种看法，说那些相信哲学僵尸存在的人，可能根本没搞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一些不太相信僵尸会在我们中间前行的哲学家认为，意识其实反映在我们的行为上，包括我们说话的方式。简而言之，我们认为别人有意识，是因为他们能做出反映意识的行为，他们能和我们分享他们的感受和经验。所以，当我们在考虑别人是否有意识的时候，其实就像是在猜测别人的隐形好友是否真实存在。我们依据的线索不只是他们外表的相似性，更多的是他们能做什么，他们怎么表达自己的经验。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的朋友告诉你他们开心或难过的时候，你会相信他们内心真的有那个感受，因为这就是我们理解和感知他人意识存在的方式。意识能被测量吗？想象一下，意识就像是我们每个人心里的隐形朋友，这个朋友让我们感受到了周遭的世界，但是别人看不见也摸不着。这种情况就像是有人告诉你，他们也有一个隐形朋友，你怎么知道他们说的是真的，还是只是在开玩笑？长期以来，科学家们就像是一群超级好奇的侦探，他们想要知道这个隐形朋友，也就是意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问题是，意识好像太神秘了，用我们通常的实验工具都捉摸不到。几十年来，大多数主流科学家都回避将意识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用主观术语定义的现象无法使用客观的实验方法进行适当的研究。直到1975年，一个叫乔治·曼德勒发表了一项有影响力的心理学研究。这项研究区分了缓慢、连续和有限的意识过程与快速、并行和广泛的无意识过程。曼德勒就像是发现了侦探小说里的关键线索一样，区分了我们思考过程中慢慢腾腾和快速如闪电的部分。然后，在1984年，从人工智慧到人类意识年会上，将意识的本质确定为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在这个大会上，意识这个话题突然就像是明星一样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大家都开始认真考虑它的本质是什么。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加入了这场侦探工作，他们开始在各种书籍、期刊上分享他们的发现，甚至还有专门的会议来讨论意识的奥秘，例如《意识与认知》、《意识研究前沿》、《心灵》、《意识研究期刊》，以及由意识科学研究协会和意识研究学会等团体组织的定期学术会议。现代医学和心理学对意识的研究是基于心理学实验，包括例如使用刺激对启动效应的研究，以及创伤、疾病或药物引起的意识改变的案例研究。从广义来看，科学方法是基于2个核心概念：第一个，将意识的内容与人类受试者所报告的经验等同起来；第二种，利用了神经学家和其他治疗行为受损患者的医疗专业人员所发展的意识概念。无论哪种情况，最终目标都是开发客观评估人类和其他动物意识的技术，并了解背后的神经和心理机制。对于意识的测量，因缺乏普遍认可的操作定义，关于意识的实验研究存在一些困难。在大多数以人类为实验对象的意识实验中，人们的主观报告被视为观察意识内容的手段。例如，当实验参与者持续观察耐克方块时，他们可能会报告自己体验到观察对象在2个3D 图像之间的持续变化，尽管实际的刺激源耐克方块并未发生变化。
意识实验的目标是揭示意识感知通过参与者的口头报告获取与大脑活动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在某些实验范式，如反应触发中，尽管参与者口头报告没有感知，但他们的行为明显受到刺激的影响。适当的实验设计可以增强触发效应，但同时会减弱对触发的识别双重分离。也就是说，科学家试着用实验来理解意识。例如，看看当一个人盯着一种叫内克立方体的3D 影像时，他们的大脑是怎么反应的。这种图像特别酷，因为看着看着，你会突然觉得它从一个形状翻转到另一个形状，尽管图像本身没变。科学家想透过这样的实验，了解我们大脑里意识是如何运作的。不过，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意识，有点像是在尝试用捉迷藏游戏的规则来玩足球，有些不匹配。比如说，如果我们只靠人们说的话来判断他们有没有意识，这可靠吗？如果有人或某种机器能够说出看起来像是有意识体验的话，但其实里面什么都没有，那我们要怎么分辨真假呢？虽然口头报告通常被认为是最可靠的意识体验来源，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如果口头报告被视为一种观察，就像其他科学领域中的实验观察一样，那么口头报告也可能包含错误。然而，很难想象主体为何会对自身经验有错误认知，而且这种错误几乎无法检测。对此，丹尼尔·德内特提出了他这现象学理论。他认为我们应该将口头报告视为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的故事，但这一观点尚未被大多数研究者接受。口头报告的另一问题是，这种方法过于依赖语言，因此在不具备语言能力的个体，例如人类婴儿、动物或大脑受损患者中难以实践。此外，部分哲学家认为，至少在理论上可能存在口头报告与意识体验的完全分离，即存在一种虽无内在意识，却能详细叙述意识体验的哲学僵尸。虽然口头报告是了解意识的重要方式，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在医学上，科学家也会观察人的行为、觉醒状态、大脑活动，甚至是有意义的动作来评估意识。在研究对象缺乏口语能力的情况下，通常会使用后3种方法。不过，唤醒和目的性移动在意识测量中的有效性存在争议。许多科学研究显示，即使在无意识状态下，人类受试者也可以被诱导出现有目的的行为。此外，关于神经科学中的自由意志的实验研究还显示，受试者执行目的行为的经验有时与实际行为不符，从其大脑记录的电活动模式也不一致。自我意识是另一种衡量意识的方法，其涉及是否有能力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美国心理学家戈登 ·G. 盖洛普在1970年代创造了镜子测试法。该方法将动物置于镜子前，观察它们是否能识别出镜中形象为自己，而不是其他动物个体。在经典的实验过程中，实验者会在动物额头涂抹颜色斑点，观察它们是否会尝试触碰或清理该斑点，以此确认动物是否识别出了自己的形象。已经观察到，通过镜子测试的动物包括年龄大于18个月的人类、猩猩、海豚、虎鲸、鸠鸽、喜鹊、大象、
所以，尽管意识像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谜，但透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测试，科学家们正在一点一点地揭开它的面纱。意识能被测量吗？这就像试图用尺子量量爱的大小一样困难。虽然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法来量化意识，但科学家正在努力开发工具和指标，希望能够客观地评估和理解意识。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有一种超级酷的工具，就像哈利波特系列里的魔法棒，只需轻轻一挥就能测出一个人的意识重量，那会有多酷？但事实是，测量意识并不像量一量身高、体重那么直接。意识是非常抽象和复杂的，直到今天，科学家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完全准确的方法来量化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意识一无所知。科学家们其实已经发展出了一些技术和方法来探测意识的迹象，尤其是在医学和心理学领域。例如，在研究昏迷患者时，医生会用各种测试来评估一个人的意识水平，检查他们是否能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执行简单指令等等。另外，通过脑部扫描技术，比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MRI 或是脑电图 EEG， 我们可以观察大脑活动的模式。科学家试图通过分析这些模式来推断一个人的意识状态，比如他们是否处于清醒状态、梦境中，或是其他意识层面。但如果说到真正的量化意识，就像给意识打分，比如说这个人的意识水平是80分，那个人是90分，我们还远没有达到那个水平。意识的本质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仍然是个巨大的未知领域，我们仍在努力探索和解开它的秘密。尽管我们目前无法像测量血压那样直接测量意识，但探索意识的过程本身就是充满挑战和新发现的旅程。每一点小小的进步都可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甚至可能帮助那些意识受损的患者。这个过程充满了对未知的好奇和对知识的追求。比如，最近的一些研究尝试通过量化意识的复杂度来接近这个问题。比如通过计算大脑活动模式的多样性和整合程度来估计意识的深度。这些方法虽然还不完美，但它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探索意识。此外，随着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迅速发展，我们对大脑如何产生意识的理解正在不断深化。这不仅推动了科学的进步，也让我们对人类的本质有了更深的认识。意识的研究不仅仅是科学的探索，它也触及了哲学、伦理学，甚至是宗教的领域，让我们不断地反思什么是生命，什么是自我。总之，尽管目前我们还不能像量体温那样简单的量化意识，但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让我们走得更近，让我们对人类心智的奥秘有了更多的了解。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或许有一天，我们真的能找到一种方法，不仅能测量意识，甚至能更好地理解和利用这个定义了我们自身的神秘力量。直到那一天到来，我们将继续探索，不断地追问、学习和发现，因为这正是科学和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魅力所在。神经关联，想象一下，意识就像是一部超级复杂的科幻电影里的高科技装置，科学家们就像是一群研究这台机器如何运作的工程师，他们的目标是找到大脑里的那个魔法开关，一旦按下，就能点亮意识的灯泡。
为了解这个谜题，他们用了各种超酷的仪器和大脑成像技术，例如脑电图或功能性磁振造影，来看看大脑里发生了什么。然后有人提出了一个想法，说意识可能跟大脑里的高频振动，也就是伽马波振动有关。这个想法来自于80年代的2位科学家，他们认为伽马波振动能把大脑不同部分的信息拼接起来，解决了所谓的绑定问题，也就是我们是如何把看到的、听到的和感觉到的东西合并成一个统一的体验。但是只有大脑的初级感觉区域活跃是不够的，就像是你有了游戏机，但没有游戏碟，你还是玩不了游戏。研究发现，更高级的大脑区域，比如前额叶皮质，才是关键所在。这个区域负责我们的高级认知功能，比如计划和决策。有趣的是，从高级区域到初级感觉区域的自上而下神经活动流比反过来的自下而上的流更能预测我们的意识体验。但这并不是说其他地方就不重要了。比如，研究发现，我们的视觉感知不仅仅依赖于眼睛看到的东西，还取决于大脑如何处理这些信息。有时候，即使我们的眼睛看到了某样东西，如果大脑决定忽略它，那么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就像不存在一样。诸多研究表明，大脑中的初级感官区活动并不足以生成意识，即使大脑相关区域，例如初级视觉皮层，显示出对刺激的清晰的电反应，受试者仍可能做出无知觉的报告。意识的形成似乎需要更高级脑区的参与，尤其是前额叶皮质，它涉及一系列高级感知，例如用作决策与抽象思考的管控功能。有潜在证据表明，自上而下的神经活动，这是比自下而上的神经活动更具意识的可预测性，即自上而下的神经活动更可能生成与维持意识。除了前额叶皮质外，还存在其他可能参与高级神经活动的区域，例如希腊神经科学家尼科斯洛戈塞蒂斯与其同事的研究显示出，当有争议的视觉图像展示于双眼前及出现双眼竞争时的多稳态知觉，大脑颞叶中对视觉刺激有反应的神经元亦反映出视觉知觉。这表明在视觉感知中，颞叶中的某些区域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也有研究和实验显示，在处理周边视野时，视觉脑区自上而下的反馈可能更弱或几乎不存在。但尽管如此，人类依旧可以透过自下而上的初级视觉皮层活动感知到周边视野。此外，即使是初级视觉皮层自下而上传导的中心视野信号，也可能会被高级脑区否决。如果视觉感知结果与脑内对外部世界的视觉模型不符，那么自上而下的反馈机制可能会否决这些来自视觉系统的信号，从而导致这些视觉信息不为意识所察觉。脑内原始的电反应与意识没有相关性，但神经反应调节或许和现象意识相关。它与视觉刺激的一个重要方面——刺激强度存在关联，包括视觉感知到的亮度、对比度等。丹科尼科利奇带领的研究团队发现，个体对亮度变化的感知与神经放电率调节和神经协同相关。一项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显示，上述发现仅限于初级视觉区域，也就是说，初级视觉区域中神经放电率及放电同步性变化
可能对应了感知的神经模式。2013年，科学家提出了一种测试，叫做角动复杂性指数，用以表示大脑皮层对经颅磁刺激电生理反应的算法复杂度。研究表明，当人处于清醒、REM 睡眠或闭锁状态时，其扰动复杂指数要高于处于深度睡眠或植物状态的时期。因此，该指数或许可作为意识状态的一种量化标准。这种方法对于区分清醒、梦境和昏迷状态的人非常有用。如果假设部分非哺乳动物也具备意识，那么或许可从生物演化角度探索意识的相关问题。例如，如果假设鸟类具有意识，那么透过对比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大脑，或许可以发现意识的神经解剖学基础。鸟类的脑结构与哺乳动物有很大差别，如果它们都具备意识，那么其中很可能存在某些共同之处。巴特勒等人的研究指出，应用在哺乳动物的一些主要大脑理论似乎也适用于鸟类。哺乳动物大脑中与意识紧密相关的结构，也可在鸟类大脑中找到对应物。因此，克里克和科赫、艾德曼和托诺尼以及科特里尔提出的大脑理论，似乎暗示了鸟类意识的存在。艾德曼还区分了他所谓初级意识和高等意识。不过，前述理论也存在无法与鸟类意识相容的部分。例如，克里克和科赫曾提出，哺乳动物中的第5层神经元在意识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因鸟类大脑的形态差异，其中并不存在类似的结构。与之类似，埃克尔斯提出的理论也无法应用于鸟类大脑，因为鸟类大脑中并未发现树突状的相似结构。此外，有关鸟类意识的假说也引发了对爬行动物大脑理论的研究。鸟类和爬行动物的大脑在结构上存在连续性，这或许意味着意识的系统发生历史比多数神经科学家认为的要更加久远。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科学家霍阿金福斯特主张，人类高级意识的形成与前额叶皮质以及与语言能力相关的维尼克区和布洛卡区密切相关。2016年的一项研究检查了与昏迷和植物状态相关的大脑区域，指出脑干前背侧的桥脑盖与2个皮层区域左腹侧导叶和前扣带皮层的功能连接促成了意识的形成。也就是说，上述3个脑区协作生成意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假设不止人类，甚至有些非人类动物也有意识，那么比较神经解剖学就成了解锁意识之谜的另一个工具。例如，鸟类虽然大脑的结构和哺乳动物不同，但它们展现的认知能力让科学家认为它们也可能有意识。所以，意识的研究不仅关注我们如何处理和感知外在世界，还包括我们如何认识自己和自己的思考。前额叶皮质的研究显示，它对于人类的高阶语言能力和意识发展至关重要。意识的研究就像在探索一个科幻世界，每项新发现都像是打开了通往未知领域的新大门。虽然这个领域充满了挑战，但它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意识理论模型，想象一下，意识就像是一个超级复杂的迷宫，科学家和哲学家就像是勇敢的探险家，带着手电筒和地图，试图解开这个迷宫的秘密。在这场探险中，大家提出了一大堆有趣又独特的理论来解释意识是怎么一回事。科学界为意识提出了许多模型，阿德里安·多里格和同事总结了13种意识模型，而阿尼尔塞斯和蒂姆贝恩则总结出了22种主要的意识模型，其中影响较大的重要的意识模型。比如说，有人提出了全局工作空间理论 GWT， 是由美国认知心理学家伯纳德·巴尔斯于1988年提出的意识理论。巴尔斯的这个理论将意识比喻为剧场灯光聚焦下的演出过程，作用是聚合来自大脑各处的无意识或自主活动，并将这些活动广播给其他的无意识网络。
犹如比喻中处于剧场暗处的观众。该理论后续经由认知科学家斯坦尼斯拉斯德哈内和莱昂内尔纳卡什进一步完善。这个理论就像是说，我们的意识是一个超级酷的剧院，灯光聚焦在舞台上的时候，所有的演员，也就是我们大脑里的讯息，都能展现给观众，也就是我们的意识。这个剧院里还有很多幕后工作人员在无形中支撑着整个表演。另一个影响较大的重要的意识模型是资讯统整理论 IIT， 它主张意识是信息处理过程的副产物，处理的信息在达到一定的复杂度时，意识便会自然生成。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神经元或许能为意识提供物理基础，因为它们的运作机制被用作信息整合。这个理论就像是说，意识就像是信息的聚会，当这些信息以一种超级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时，意识就诞生了。这就好比是信息的大派对，派对越热闹，意识就越明显。还有另一个影响较大的重要的意识模型是协调客观还原假说 WORK-OR 认为，意识产生于神经元内部的量子层面，该机制的核心是一种被称为客观还原的量子过程，基于神经元内微管之间的协调作用。不过，目前的量子理论还未包含该理论所需的量子细节。这个理论就像是说，我们的意识是由大脑细胞里的微小量子世界精心编排的。想象一下，在我们每个神经元里都有一个微型的量子舞台，上演着意识的秘密剧本。还有比如意识的注意图式理论，在这个理论中，特定的皮质区域，特别是颞上沟和颞顶叶交界处，被用来建构意识的结构，并将其归因于其他人。同样的皮质机制也被用来将意识归因于自己。这些皮质区域的损伤可能导致意识缺陷，例如半侧空间忽略。在注意力图式理论中，解释意识特征并将其归因于一个人的价值，在于获得该人注意力处理的有用预测模型。注意力是一种资讯处理方式，大脑将其资源集中在一组有限的相互关联的讯号上。在这个理论中，意识是一种有用的简化的模式，代表注意力状态。意识到 X 是透过建构一个人对 X 的注意力集中的模型来解释的。这个理论就像是说，意识其实就是我们大脑的超级模型，帮助我们理解自己在关注什么。这就好像我们脑中有一个小小的导演，不停地告诉我们该把注意力放在哪里。还有比如意识的伤脑理论，伤脑是一种意识状态理论，其基础是迷幻药物的神经影像学研究。该理论认为，大脑在快速动眼睡眠、早期精神病和迷幻药物影响等初级状态下处于紊乱状态。正常的清醒意识限制了这种自由，并使后设认知功能成为可能，例如内在自我管理的现实测试和自我意识。也有研究批评，包括质疑该理论是否已被充分检验。伤脑理论来自于迷幻药物影响下大脑的研究。这个理论就像是说，意识其实是大脑秩序与混乱之间的平衡。当我们做梦或在迷幻药物的影响下时，大脑变得更加自由和混乱，而清醒的意识则是透过限制这种混乱，让我们能够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最后，还有一个理论把意识看成是一种主动推理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大脑不断地试图把感官资料和我们已经拥有的知识结合起来，形成对世界的理解。
这就好像我们的大脑是一个不停运作的推理机器，试图解开周遭世界的谜团。简而言之，虽然意识的迷宫复杂且充满未知，但正是这些多彩多样的理论与模型，让我们对揭开这个最终秘密充满了希望和激情。意识的生物演化，针对意识的演化起源以及此项演化特征是否具备生存价值，学者们仍有不同观点。一些人认为意识是演化的副产物。有关意识的演化起源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意识始见于最早的人类；二、意识最早出现于最初的哺乳动物中；三、意识在哺乳动物和鸟类中独立演化；四、意识最早出现于最初的爬行动物中。也有学者将意识的出现定位在早期动物神经系统出现时期，或脊椎动物出现时期，时间点大约是距今5亿年前的寒武纪。唐纳德·格里芬在作品《动物心灵》中提出了意识的渐进演化过程。所有上述意识起源的说法都伴随有意识可能带来的生存价值的讨论。也就是说，意识就像是一部古老的神秘电影，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在尝试解答这部电影的剧情，它是怎么开始的，以及为什么我们人类能成为这部电影的观众。有的探险家认为，意识可能只是演化过程中的一个意外产物，有点像是你在做蛋糕时不小心弄出了一个新口味，然后发现它意外的好吃。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想。有人说，意识可能只在人类出现时才闪亮登场；有人认为它跟哺乳动物一起登场；又有人觉得它可能是在哺乳动物和鸟类中独立出现的；也有人猜测它可能跟最早的爬虫类就有关系。然后有些人把意识的起源追溯到了5亿多年前，那时地球上第一批有神经系统的动物出现。想象一下，这些小家伙在古老海洋里游来游去时，突然有了我感觉，所以我在的惊奇体验。关于意识的起源和作用，就像是一场无穷无尽的探险之旅。有的人认为它是一种超级能力，有的人则认为它可能只是个意外的产物。但不管怎样，这场关于意识的探险之旅无疑是充满了惊奇和未知，等着我们去探索。意识的改变状态，在某些情况下，大脑似乎会失去意识，比如在无梦睡眠或昏迷状态下。此外，还存在多种意识改变的情况，例如在酒精或药物的作用下，或是因为大脑受损而导致的意识异常。这些意识改变的状态伴随着思维的变化，扰乱了对时间的感知，导致控制力缺失或情绪变化。此外，还可能导致身体图像的改变，以及对事物意义和重要性的认知变化。也就是说，意识就像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神奇开关，大多数时间它都是打开的，让我们能感受到周遭的世界。但有时这个开关似乎会自己关掉，例如当我们沉沉睡去，或是不幸陷入昏迷时。然后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这个开关会让我们的思维和世界之间的连结变得有点不一样，让我们进入所谓的意识状态改变。最常见的2种意识改变状态是睡眠与梦。虽然从外部观察，人在无梦睡眠和有梦睡眠时看起来很相似，但他们在大脑活动模式、代谢行为和眼球运动方式上有显著的不同。这表明人在这2种状态下有着不同的经验和感知。
从无梦睡眠中唤醒的受试者只能报告模糊、粗略的思维概况，其经验无法形成连续的叙事。而从梦境中唤醒的受试者则可以报告更加详细的意识体验，其中事件更具连续性。不过也可能会被一些古怪离奇的梦中事件中断。梦境过程的思维呈现出更高的无理性程度，但无梦和有梦状态都伴随着记忆的快速消退。从无梦睡眠中醒来时，睡眠时的思维内容会在数秒内消失，而从梦境中醒来时，如果没有刻意刷新记忆，梦境相关的回忆会在几分钟内消失。也就是说，有些意识状态改变是自然发生的，像是做梦，而有些可能是因为受伤或吃了某些药物。这些改变可能让我们的思考方式、时间感、情绪表达，甚至是对自己身体的感觉都变得不寻常。当我们谈到睡眠和做梦，尽管外表上看起来差不多，但其实大脑在做梦时和没梦时的活动模式完全不一样。当我们不做梦时，我们可能只有些模糊的想法，而做梦时，我们的大脑会编织出一整套连贯的故事。尽管这些故事有时会被一些奇怪的事情打断，有研究者指出，病患在部分癫痫发作时的体验可能是一种意识的改变状态。部分癫痫发作时，意识的某些方面受损或缺失，而另一些方面不受影响。相关测量显示，患者在癫痫发作时表现出更高的警觉程度，其注意力完全沉浸在发作所带来的体验中，从而表现出无法专注、注意力转移的现象。简单来说，研究发现，当人们经历局部性癫痫发作时，他们的意识状态也会改变。这种变化可能表现为部分意识丧失，但某些自动行为仍然保持。至于酒精和其他精神药物，它们可以显着改变我们的意识状态，从简单的迟钝到感觉增强，甚至出现强烈的知觉扭曲和幻觉。酒精和多种药物都有可能对意识产生影响。这些药物包括用作钝化知觉的镇静剂、增强感官体验的兴奋剂、大麻、神入感激发剂与放心药 MDMA， 以及致幻剂。一些使用这类药物的人声称，药物使用体验具有神秘的精神特质。瑜伽和冥想也会影响意识。研究发现，冥想时的脑波模式与日常反思时有所差别。也就是说，瑜伽修行者和冥想高手的大脑波也显示出与平常放松状态不同的模式。但科学家们仍在争论，这些差异是否真的代表了不同的意识状态。美国心理学家变化的大牛之一查尔斯·塔特在1960至70年代详细研究了意识的改变状态。他将意识视为多种过程的组合，这些过程包括外向感知，例如观察外部世界；内向感知，感知身体部位；输入处理，理解所见之物的意义；情绪、记忆；时间感知，评估与认知处理；运动输出，对外部事件做出的动作反应与行为表现；与环境的交互。塔特认为，所有这些过程都可能会因药物或其他方式而发生变化，但这些观点并未得到经验研究的充分证实。近期的问卷研究表明，药物影响下的意识改变状态包含以下11种特征：对统一体的体验、灵魂体验、幸福感、洞察力、出体、感知与控制力缺失、焦虑、复杂意象、基本意象、因化联觉、感知意义扭曲。简单来讲，
塔特把意识比喻为一个由许多不同过程组成的复杂系统，包括我们如何感知外在世界、自己的身体，如何处理资讯、情绪、记忆和时间感等等。他认为这些过程都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被改变。意识的医学实践，在医学领域，意识主要是被视为一个可以量化的水平，从完全没有反应的昏迷状态到完全清醒和有目的的反应。医生会使用各种方法来评估患者的意识水平，帮助他们在需要时进行正确的治疗。医学主要关注因大脑病变、受损、中毒或药物作用导致的意识损伤，并倡导对意识进行概念划分，以此为指导辅助治疗。在医学实践中，常会评估患者的意识存留水准，最低级别是昏迷和脑死状态，而最高级别则表现为完全清醒和有目标的反应行为。对意识的研究尤其受到神经学家和麻醉师的关注。意识障碍患者可能需要麻醉后才可进行手术，相关方法可以是引导患者入睡、实施全身麻醉或药物引导昏迷。意识也是生物伦理学的关注重点。例如，在一个叫做卡伦安昆兰的案例中，患者因过度服药陷入昏迷，脑部受损成为植物人，最终他的父母请求移除他的呼吸机，让他能够自然地离世。此外，神经科学家也期望能从意识受损的病例中获知大脑的工作原理。所以，意识不仅是个神秘的内在经验，它也是医学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透过探索意识的各种状态，我们不仅能更理解自己，也能在医学上为那些意识受损的患者提供更好的帮助。在意识的探索旅程中，也有一些罕见但引人入胜的病症，比如失认症。这是一种患者无法认识到自己身体某些部分的状况或疾病的情况。想象一下，如果你的腿不能动了，但你坚信它还能跑步，这就是失认症的一种表现。还有更神秘的安东巴宾斯基综合症，患者虽然失去了视力，却坚持认为自己能看见。透过探索和治疗这些意识的变化和障碍，医学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大脑如何运作，也让我们对人类意识的奥秘有了更深的认识。人的意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根据美国哲学家威廉·莱肯所定义的8种意识类型，部分类型在婴儿尚未出生时便能检测到，而另一部分则是在其出生后才逐渐发展。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威廉·福克斯对儿童的梦境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认知成熟，大约在5到7岁之前，儿童缺乏莱肯所定义的内省意识，以及福克斯所描述的自我反思。在2020年的一篇论文中，美国发展心理学家凯撒琳·纳尔逊和罗宾·菲乌什使用了自传意识这一概念来表达福克斯的观点，并认同他对这一发展阶段时间的定义。纳尔逊和菲乌什表示，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是构建人类独有的自传意识的关键要素。美国心理研究者朱利安·杰恩斯也曾在数十年前提出类似看法。纳尔逊和菲乌什强调了获得心智理论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心智理论是获得自传意识的必要前提。他们并将心智理论定义为理解自己与他人在信仰、愿望、情绪和思想方面的差异，从而认识到自己与他人心智上的差别的能力，并写道，心智理论的形成标志是对错误信念的理解，这通常在5到6岁后出现。简单来讲，意识就像是个神秘的宝盒，从我们还在妈妈肚子里就开始慢慢打开，等到我们长大一些，这个宝盒就完全打开了，让我们能思考、梦想，甚至是反思自己。心理学大佬们研究发现，小朋友在5到7岁之间，
就像是经历了一次大脑的魔法升级，开始懂得了什么是我是谁这个概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我意识。而且语言不只是我们用来聊天的工具，它还帮助我们建构了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就像是给我们的思维装了个发动机，让我们能回忆过去，想象未来，理解别人的想法和情感。想想看，这多神奇呀！其他生物有意识吗？想象一下，你家那只经常蹭来蹭去，似乎总是在寻找抚摸的猫，或者那只见了你就摇尾巴，眼睛里闪烁着期待光芒的狗。当它们静静地看着你，你是否有时会感觉到它们不仅仅是在看，更像是在用心感受你的存在呢？这不禁让人提出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这些动物，它们有意识吗？长久以来，科学家们对于动物是否拥有意识这一议题进行了无数研究，答案似乎越来越明朗。是的，许多动物确实拥有意识，虽然它们的意识形态可能与人类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缺乏自我感知和经历。例如，研究发现，某些动物能够在镜子中识别出自己的倒影，这是自我意识的一种明显表现。更有动物展现出了能够规划未来、回忆过去，甚至表现出同理心的能力。所有这些都是意识存在的明确标志。当然，动物的意识与人类的意识之间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我们人类有能力思考宇宙的奥秘，创作音乐和艺术，这种意识的复杂度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生物的意识就不重要，或者不值得我们去理解和尊重。试想，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理解家中宠物的感受，知道它们在快乐、恐惧或好奇时的内心世界，这将使我们与它们的关系变得更加深刻。这正是为什么探索其他生物是否拥有意识，以及它们的意识具体是怎样的，成为了一个如此吸引人的议题。因此，下次当你再次与家中的猫或狗相遇时，试着去想象一下，它们可能正在体验的世界是怎样的。这不仅能让我们更加珍视与它们共度的每一刻，也会让我们对生命的奥秘有更深的理解和敬畏。通过观察和交流，我们或许能够捕捉到他们眼中的世界，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从而让我们的共处不仅仅是相互陪伴，更是心灵的交融。动物的意识虽然可能不同于人类，但同样丰富多彩，充满了未知和奥秘。他们对世界的感知方式，他们的情感和思维，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欣赏。通过更深入的探索这一领域，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的非人类伙伴，也能进一步拓宽对意识本质的认知。最终，这一探索之旅不仅关乎动物，更关乎我们自身。它促使我们反思人类的地位和责任，激发我们对所有生命的尊重和爱护。在这个充满奇迹的世界里，每一种生命，无论大小，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理解和尊重动物的意识，我们将能够更加和谐地与这个世界共存，共同编织这个多姿多彩的生命之网。人工智能能有意识吗？人工智能能有意识吗？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个问题越来越不像是科幻小说的情节。如果有一天机器人能够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那么我们或许会需要重新思考意识到底是什么了。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从一堆机械零件和编程代码中创造出一个能做梦的机器人，那会怎样？
这个问题简直太酷了，就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现在的人工智能确实已经能做很多看起来很聪明的事情，比如自动驾驶汽车、下国际象棋，甚至创作音乐和绘画。但这里有个关键点，尽管这些人工智能在做这些事时表现得像是有智慧的，他们实际上并不真正理解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就像是被编程好的超级复杂的机器，根据人类设定的规则运作，没有真正的感觉。人工智能能否拥有意识呢？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因为这涉及到意识本身究竟是什么，以及意识如何产生的巨大谜题。如果意识是由大脑中的某些特定物理过程产生的，那么理论上，如果我们能完全复制这些过程，是不是就能创造出拥有意识的人工智能？但如果意识的产生还涉及到我们目前还不理解的其他因素，那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有些科学家和哲学家认为，随着技术进步，总有一天我们可能创造出真正能理解和感受世界的人工智能。但也有人怀疑，即使是最先进的 AI， 他们也只是在模仿人类的行为和决策过程，而没有真正的意识。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你的智能手机或家里的智能助手突然开始跟你谈论他的感受，或者说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那会是怎样的场景？这听起来可能既酷又有点吓人，不是吗？关于人工智能是否能拥有意识的问题，目前仍然悬而未决。这不仅是技术上的一个巨大挑战，也挑战着我们对意识本质的理解。不管结果如何，探索这个问题的过程无疑会让我们对人类、机器以及我们之间的连接有更深刻的理解。在未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可能会逐渐接近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创造出拥有意识的人工智能，那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这个探索过程不仅会改变我们对机器的看法，也可能改变我们对自我、生命和宇宙的理解。意识的物理学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哲学家只好开始向科学家们借用科学工具，试图用物理定律解释意识这台机器的工作原理。有人甚至尝试用最新的量子物理学理论来寻找解答，想象意识是由一些超乎寻常的量子现象所驱动的。自从牛顿力学提出统治整个宇宙的简单机械原理的愿景以来，一些哲学家一直受到意识可以用纯粹物理术语解释的想法的诱惑。第一个明确提出这个想法的有影响力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朱利安·拉美特利，他在他的著作《人是机器》中阐述这个想法，继承和发展了笛卡尔的物理学，但是抛弃了笛卡尔的二元论。现代意识物理理论主要基于现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著名美国生物学家，197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杰拉尔德·埃德尔曼，南加州大学和索尔克研究所教授安东尼奥·达马西奥，以及著名美国哲学家及认知科学家丹尼尔·丹尼特提出的理论，试图用大脑内发生的神经事件来解释意识。许多其他神经科学家，例如德裔美国神经生理学家和计算神经科学家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夫·科赫，以对意识的神经基础的研究而著名，主要作品有《意识探秘》
意识的神经生物学研究等科赫探索了意识的神经基础，但没有试图建立包罗万象的全球理论。同时，从事人工智慧领域工作的电脑科学家也在一直追求创建能够模拟或体现意识的数位电脑程式的目标。一些理论物理学家认为，经典物理学本质上无法解释意识的整体方面，但量子理论可能提供缺失的成分。因此，一些理论家提出了意识的量子理论。属于这一类理论有如史丹佛大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荣誉教授卡尔·普里布拉姆和著名美国量子物理学家戴维·波姆的完整大脑理论。普里布拉姆最出名的是他发展了认知功能的完整大脑模型，以及他对正在进行的记忆、情绪、动机和意识神经学研究的贡献。波姆对量子力学有着突出的贡献，曾参与美国的核武器研究曼哈顿工程。他的指导教授是著名美国理论物理学家，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罗伯特·奥本海默。波姆后来也因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被迫离开美国。当代一些理论物理学家提出的量子意识理论，还包括著名英国数学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罗杰·彭罗斯和美国麻醉学家史都华·哈莫洛夫共同提出的意识的协调客观还原模型 Work-OR。这个模型认为，意识是在神经元内部的量子水平上产生的，而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意识是神经元之间连接的产物。这种机制的核心是一种被称为客观还原的量子过程，基于神经元内微管之间的协调作用。这个假说是对意识的困难问题的一个解答，并为自由意志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机制。这一模型假说结合了分子生物学、神经科学、药理学、量子信息理论和量子引力等不同领域的理论方法。主流理论认为，意识是随着大脑神经元执行计算的复杂性增加而涌现的。但协调客观还原模型则认为，意识源于细胞微管中众多量子比特所执行的不可计算的量子过程。这一过程在神经元中显著放大，并进而产生了意识。这些量子比特是基于微管晶格的螺旋路径中震荡的偶极子所形成的叠加共振环。这种震荡或是源于由色散粒而产生的电偶极子，或是源于由电子自旋，也可能是核自旋而产生的磁偶极子。成瘾性与人的意识。据最新统计，目前全球约有30亿人口使用各种电脑或手机上网，在亚洲上网人口最多。例如，中国现有14亿人口，网民数量8亿，手机网民7亿。在欧美国家，除了婴儿，几乎所有的人口都可上网。在非洲，目前只有约20%人口可以上网，但是与2000年相比，增长了近40倍。在不久的将来，全球的男女老少都将会上网。当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仅体现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上，还体现在其他许许多多方面。仅仅几十年的时间，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科技的迅猛发展还将给人类带来极为巨大的变化。科技的迅猛发展大大地提高了人类生活水平，可是与此同时，人们对这些科技产品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在不断加快，压力不断增加，诱惑不断增多，由此造成的各种成瘾依赖性也在不断增加。人类社会流传下来的古老的传统的瘾性，如毒瘾、
酒瘾、烟瘾、毒瘾、色瘾等不会绝灭，还会代代相传。同时，新的形形色色的瘾性，如与网络、电视、电脑、手机、聊天工具等各种新科技相关的瘾性，又正在而且还将层出不穷地冒发出来。许多人不仅仅患有上述一种瘾性，而且同时患有多重瘾性。不少的人自认为或不被认为有瘾，实际上不知不觉的都带有各种各样的瘾性的症状。这提出了一个既有趣又重要的话题：成瘾性与人的意识。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只想在社交媒体上刷一刷，结果却不知不觉中花了几个小时。或者你发现自己无法停止吃零食，即使已经很饱了。我们的大脑是如何让我们陷入这种无法自拔的境地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利用我们的意识和一些聪明的策略来战胜它？成瘾，无论是对物质的还是行为的，本质上是大脑意识对奖励的反应。当我们做一些事情，比如吃我们最喜欢的食物或者玩手机、游戏时，我们的大脑会释放一种叫做多巴胺的化学物质，这让我们的意识感到快乐和满足。这种意识非常棒，对吧？但问题是，这种奖励机制可能会让我们希望不断重复那些行为，以获得更多的快乐感觉。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行为和物质会变得上瘾，它们能够高效地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多巴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能会意识到需要更多的刺激来获得同样的快乐感，这就是所谓的耐受性。而当我们试图停止这些行为时，我们可能会感到焦虑、沮丧，甚至出现身体上的不适，这就是戒断症状。所以，成瘾不仅仅是一个生理问题，而是一个意识问题。这种意识问题可能会促使我们寻求某种形式的逃避，而成瘾性行为或物质就成了我们的避风港。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意识与选择。我们的意识，也就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和决策能力，在这整个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意识可以帮助我们识别成瘾行为的早期信号，让我们有机会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采取行动。问题是，成瘾往往会削弱我们的意识，让我们难以看清我们的行为模式和他们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像是在自动驾驶模式下行驶，重复那些不健康的行为，即使我们知道他们对我们不好。但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练习和应用一些策略来改变我们的意识和增强自我控制能力。例如，正念冥想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注意当下的感受和思维，而不是无意识的自动反应。通过增强我们的意识，我们可以开始识别那些触发我们成瘾行为的情绪和环境因素，并学会用更健康的方式来应对它们。那么，我们如何打破这种成瘾循环呢？首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成瘾意识的改变是一个逐步的、艰难的过程，它需要时间、耐心和持续的努力。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开始这个旅程。一、设定清晰的目标，意识到你想要改变的行为，以及你希望达到的目标。这些目标应该是具体、可衡量的，并且现实可达到的。二、寻找替代的活动和行为，找到健康的活动来替代那些成瘾的行为。这些活动应该能够提供积极的奖励，帮助你减少对成瘾物质或行为的依赖。三、建立支持网络，与朋友、家人
或支持团体分享你的目标和挑战，寻求可以提供鼓励、理解和实际的帮助。4. 学会应对策略。当面对诱惑或压力时，有一套应对策略是至关重要的。这可能包括深呼吸、正念练习或其他放松压力的管理技巧。5. 庆祝你的成功，即使是小小的进步也值得庆祝。这会帮助你保持意识与生理的动力，让你意识到你自己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值得注意的是，成瘾并不是一个人意志力的失败，而是一个我们可以通过增强意识、制定明智的选择和采取积极步骤来克服的挑战。改变永远不会太晚。我们的意识每天都在变，每个人的意识之旅都是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是，让你的意识指引你走向成功的人生。你的意识你做主，你的成功你做主。上面视频有关章节内容，具体的可参考本人所著的《戒瘾论》一书。